还能干什么？打你呗！大花臂看到自己的表姐挨打，就要冲过来跟我对打。可疯女人这个时候脑子却异常清醒，一边挨着打，一边高喊：“爹呀，快报警！赚钱的机会到了，我要让这小子赔得倾家荡产！”女邻居每天不到5点就在楼上放音乐跳操，吵得整栋楼的人都睡不着觉。谁敢上门说她，她立马躺在地上装死讹钱，连警察来了都拿她没办法。最后闹到半栋楼的住户都搬走了。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，因为图房租便宜，搬进了这栋楼。房东也跟我说了楼上的情况。楼上有个奇葩女人特别难缠，你要是遇到她，能忍就忍，千万别招她，她就是个神经病。放心，我不主动惹她，但她要是敢惹我，我就玩死她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正在睡梦中，突然被窗外传来巨大的音乐声吓得弹坐起来，手下意识地摸向床头的水果刀，但下一秒我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毕竟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，可不想再被送回去。我从抽屉里抓了一大把药，一股脑塞进嘴里，准备上楼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当走出门时，发现隔壁几户的门都开了一条缝，邻居们明显是在观察我会不会上楼。我径直走向电梯，按下上楼键。我上楼了，都别眨眼。到了楼上，我敲着女邻居的房门，听到没有？你给我开门！女邻居打开门，一脸不耐烦，语气十分嚣张。你再嚷嚷一个试试，你还敢报警不成？一听到她说话的语气，我火气一下子上来了，指着她的鼻子开骂：大清早的你跳什么跳？你个老娘们不睡觉，我还要睡觉！你再吼一句试试，滚回你家去！我没想到这女人对我直接贴脸开喷，还对我动起了手。就在她的手指碰到我的一瞬间，我看到邻居们都推开了门在看热闹，我顺势倒在地上，捂着胸口大喊：救命啊！有人打人啦！邻居们立刻围了过来。怎么了？小伙子，没事吧？胸口疼吗？要不要送医院？我连连点头，对着邻居们说：麻烦大家给我做个证，是他先动手的。不是我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邻居们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了，这种机会自然不会放过。赶紧赔钱道歉，不行就报警，让警察来评理。就是他，我们都看到了，是他先动的手。警察很快赶来，在警察的调解下，女邻居老老实实赔了我2000块钱。给钱的时候，她恶狠狠地盯着我：你给我等着，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。谁收拾谁，还真不一定。当晚我睡得特别早，可到了第二天早上5点，楼上又准时响起了音乐声，而且比平时跳得更狠，震动感也更强。我正准备出门，发现隔壁几户人家也都开了门，邻居们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期待。毕竟昨天我不仅治了那女人一回，还让她赔了2000块，这事早就在小区传开了。但我今天不打算上楼对骂了，同一个招数用2次就没意思了。我按下电梯下楼键，楼道里顿时响起一阵失望的叹气声。直到早上9点多，我买完猪脚回家，在楼下碰到了邻居们，大家都在吐槽楼上的女邻居。咱楼上那女的今天从5点跳到9点，整整4小时啊！可不是嘛，震得我脑仁疼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来个人管管吧，头都要炸了呀！昨天倒是有个小伙子挺狠，跟那女人对喷了一顿，还拿了2000块赔偿呢。哼，可不是嘛，就是今天没露面，估计是怂了吧。他们以为我怂了，但其实我只是想换个玩法。好戏才刚开始。回到家后，我在厨房炖了一上午的猪脚汤，等火候差不多了，我打包了一份，拎着就上了楼，敲响了那个疯女人的门。在她眼里，我早该凌晨5点就冲上来闹事，结果中午才出现。她开门时满脸诧异：姐姐，听说你今天跳了一上午操，腿肯定酸了吧？这是我刚熬好的猪脚汤，给你补补，明天好接着跳。她看着我手里的猪脚汤，整个人直接傻住，愣了几秒，丢下一句话就想关门。神经病！姐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，千万别停，明天我还给你熬。下楼后，隔壁的老婆婆拉住我，满脸不解：她今天跳了4个小时，你还给她熬猪脚汤，还让她明天继续跳，你是不是傻？别急，好戏才刚开始。第3天凌晨5点，楼上的疯女人准点又开始跳了，而且动静比前2天还大。她跳得越狠，我心里就越爽，毫不犹豫的又去了菜市场。这次买了2只猪脚，回家后我一边熬汤，一边在小区群里直播全过程，最后还配了一句话发在群里：我姐每天跳操太辛苦了，弟弟今天又给她熬了2只大猪脚，补补身体。群里的邻居们看到后纷纷留言：我们这栋楼本身有一个神经病就够了，没想到现在又来了一个。看到这些话我还没吭声，楼上的疯女人先炸了，在群里直接开骂：说谁是神经病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你家装死？疯女人一开骂，群里瞬间安静了，没人敢再搭话。等到猪脚汤熬好了，我在群里亲热的喊了一句：姐，猪脚汤熬好了，弟弟给你端上楼。这次比昨天顺利多了，我刚敲门，他立刻就开了门。哎呀，弟弟，你还真给我送汤来了。那当然，
姐姐每天早上跳操这么辛苦，不补补怎么行？他一听更高兴了，有我在群里直播熬汤的全过程，他没有丝毫怀疑，一口气将汤喝光了。太好了，我今天一上午都没吃东西。弟弟，明天还有汤吗？当然有，只要姐姐想喝，我天天给你熬。说完他就要关门，可我突然捂着肚子，皱着脸喊疼。你这是咋了？肚子突然不舒服，姐，借你家厕所用一下。不等他反应，我直接推开他冲进了厕所。进厕所后，我从兜里掏出小刀，对着他家马桶的进水管猛割，直到水管被我彻底割断，我才停手。我走出厕所，他还在关心我。弟弟，你是不是吃坏肚子了？看着脸色都不太好。可能吧，我去医院看看。姐，你休息吧。一出门，我第一时间把整栋楼的住户拉了一个新群，唯独没拉他。群建好后，我只发了一句话：今天上午谁都不要开门，听到啥声音都不要出去。对了，要是出门的话，记得戴口罩，以免被臭到。不少人在群里问我发生什么事了，我懒得解释，回屋补觉去了。这么清闲的日子可不多。等我睡醒一看，全是群消息，邻居们都在群里直播现场情况。快来看，那个疯女人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，在电梯里闹肚子了。家里的厕所不刷水了，还要出来借厕所，大家都关好门。群里人疯狂刷屏，甚至有人在群里发起了红包，觉得今天跟过年一样解气。很快有人想起了我，大家都在群里感谢我，多亏了这小伙子，终于收拾了这个女人。第二天直到早上8点钟，楼上都没有传来音乐的声音，整栋楼的人都在感慨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，而我还在继续熬汤，毕竟说好了要给姐姐熬汤的，一天都不能少。到了12点钟的时候，我又在群里直播熬好了一锅汤，刚发出去，女邻居就在群里对我破口大骂：王八蛋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从今天开始我要整死你。我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回他：姐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好心给你熬汤，你怎么还要整死我？群里的邻居们看到后笑个不停，可奇怪的是，女邻居并没有真的来找我麻烦。接下来几天，楼上安静的不像话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就在我以为这事已经结束的时候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这天我下班回家，刚走到家门口就愣住了。我家门前整整堆了10几袋垃圾，里面全是剩菜剩饭，恶心极了。可恶，他是故意的，真是太过分了。隔壁的老婆婆看到后过来劝我：孩子啊，算了吧，楼上的女人太疯了，你惹不起她的。我的房东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消息，也给我打来了电话。要不然我把钱退给你，你换个地方住吧。我对着电话婉拒了房东的好意。谢谢您的好意。他敢这么玩，我就奉陪到底。当晚我什么话都没有说，默默把门口的垃圾清理干净了。清理完，我还特意拍了张照片发到业主群里，语气特别温和。这事我不追究了，大家都是邻居，没必要闹得太难看。消息一发，邻居们纷纷附和。是啊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让也不算了。对，和气生财嘛，别闹僵了。看到邻居们你一言我一语，我就在等女邻居的反应，一直到最后，那个疯女人都没有在群里发言。我上楼看了一眼，她家的灯关了，她这是放松了警惕，以为我不会反击了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今晚能平安过去的时候，我没有睡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给我冲！我喊来帮忙的兄弟，兄弟开口问我：兄弟，人手都到齐了，说吧，拆楼还是挖地基？把这些垃圾全运到302门口，怼到他推不开门为止。没问题。我又转头跟物业的王叔打招呼：王叔，您放心，事后我全收拾干净，绝不麻烦你。一切安排妥当。我看着堆在302门口的垃圾，心里想着完美。第二天还不到5点，整个小区突然响起一声凄厉的尖叫，随后我拿起手机一瞧，才看到有人在小区群里直播现场。我操，不知道是谁干的，大半夜把小区的垃圾全部拉过来了，直接把那个疯女人的房间大门给堵死了。她现在门都推不开，出也出不来，在屋里一个劲儿骂街呢。这时群里有人怀疑是我干的，我立马在群里装无辜。我昨天都道歉认栽了，这事儿怎么可能是我干的？正当我在群里极力否认的时候，物业那边的人发来好友申请。小区监控视频我都删了，你放心。真没想到我干点这事，居然还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。中午的时候，在警察的帮助下，楼上那个疯女人终于被救出来了。她一看到我就指着我跟警察喊：警察同志，就是他，把他抓走！我看着他，反倒笑了，转头对警察说：警察同志，我可是守法的好人，不能只听他的一面之词。我有证据，小区摄像头肯定拍到他往我家溜垃圾了。走，去物业看监控。行，那就一起去看看。到了物业监控室，物业保安对着警察面露难色：警察同志，真不好意思，昨天晚上我们小区监控进行了一次系统升级，昨天的监控都没有工作。这么巧，你们物业是不是和这个小子是一伙的？女士，请冷静。物业的人直接拿出了监控升级的工作计划给警察看，警察看完后认可了物业的答复，可疯女人依旧不依不饶，甚至当场反咬警察。你们肯定也被他收买了。就在疯女人蛮不讲理的时候，我走到警察面前，委屈巴巴的开口：警察同志，你们今天来了正好，我要报警。昨天我家门口被人堆了垃圾，甚至还有狗屎抹在我大门上。警察叔叔，你们一定要保护我啊！我一个人来这个城市举目无亲的。现在突然有人威胁我，我真的挺害怕的。你胡说八道！
没证据别乱讲。他笃定物业那边所有的视频都没了。可就在他得意洋洋的时候，我身后的物业突然开口：“警察同志，这个视频还真有，你们快来看！”物业工作人员打开了监控，画面里清晰地播放着疯女人往我家丢垃圾、胡狗屎的全过程。女邻居看到监控画面，快气炸了。不是说视频升级资料都没有了吗？她跳起来想要过去砸掉屏幕，警察反应极快，瞬间就把她拿下了。警察把她抓进去关了1周，还让她赔了我5000块钱。在疯女人被关的这1周里，小区里到处都洋溢着喜悦，我甚至听到邻居们聊天。之前的每一天，我都觉得在这个小区里生不如死，现在好了，天真蓝，草真绿，我的老婆真漂亮。是啊，多亏了那个年轻人，要不是他，那个疯女人估计还在闹呢。只是听说今天这个疯女人就要出来了。听到小区人的聊天，我倒觉得无所谓，毕竟我能把她送进去住1周，就能让她进去住1年。只要她还敢惹我，我绝对不会放过她。这时群里突然有人发了一张照片，那个疯女人出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一个大花臂，看着就不好惹。那个大花臂是疯女人混社会的表弟，估计这次是来给她姐报仇的。马上有好心的邻居偷偷加我微信提醒我，这疯女人的表弟伤过人，你出门一定要小心点。房东更是直接发消息给我，要不然我把钱退给你，你另外找一个地方住吧，免得出大事了。对于这些消息，我一个都没回，毕竟我是真的有精神病，我怕谁啊？在所有人都等着看好戏的时候，那个疯女人果然带着表弟上门了。我笑嘻嘻的冲女人打招呼：“姐啊，你找我干什么？不会又想喝弟弟熬的汤了吧？”可女人还没张嘴，她的大花臂表弟就冲上前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衣领。就是你小子让我表姐拉了1天的稀，还进去蹲了1周，对吧？赔钱！今天不赔1万块，小心我揍死你！看着表弟这么勇猛，疯女人在后面一脸幸灾乐祸。隔壁的邻居们一看到凶神恶煞的大花臂，都赶紧关紧了大门。我倒是不怕他，毕竟物业刚给我家装了一个监控。我指着头顶的监视器，还有楼道尽头的监视器，对大花臂说：“我也缺钱的很，你们要是想送钱给我，就往我这里打。打吗？当然，一拳1万，只要你有钱。”说完，我直接把脸凑过去，让他对准了打。疯女人看到我头顶的摄像头，还有隔壁门缝里探出来的手机镜头，立马拉了一下大花臂。别动手，吓唬一下他就行了。大花臂见到处都是摄像头，瞬间清醒了，一把将我放下来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小子，你趁早离开这里，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说完，大花臂就要走，我立马喊住他：“喂，我让你走了吗？”女邻居转过头，一脸戏谑地看着我：“你还想干什么？”我冲着她笑了一下，随后举起手直接朝她脸上扇了过去。还能干什么？打你呗！大花臂看到自己的表姐挨打，就要冲过来跟我对打。可疯女人这个时候脑子却异常清醒，一边挨着打，一边高喊：“爹呀，快报警！赚钱的机会到了，我要让这小子赔他倾家荡产！”听到疯女人这话，我笑了。我穷的饭都吃不起了，哪里有钱赔给他们啊？很快警察就赶到了。见警察到场，疯女人指着自己被打肿的脸蛋哀嚎：“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！这个小王稿子刚刚打了我足足200个耳光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，让他赔钱，赔他倾家荡产！”警察看到又是这个疯女人，几人都没说话，反而转头问我怎么回事。我搓了搓火辣辣的手掌，对警察说：“我冤枉啊！我刚刚正在家里睡觉，这个疯女人带了一个流氓突然来我家砸门，还威胁要杀了我。这邻居们都看到了，我是为了自卫才不得不反击的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！”说着，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。就在我入戏正深的时候，有拍视频的邻居举着手机站了出来：“是啊，这小伙子说的对，是这姐弟2个人上门闹事儿，太吓人了。我这里有视频。”也不知道这个热心邻居是恰好只拍到了姐弟俩砸我家门的画面，还是故意剪辑了。他的手机里刚好是我被大花臂提起来威胁的场面，我扇疯女人耳光的镜头一个都没有。既然视频很清楚，是你们上门挑事威胁别人，那我们就要把你们抓走了。说着，警察就要抓疯女人和大花臂。疯女人彻底懵了，不过很快她就想到了头顶上还有物业的监控。警察同志，这个监控拍到了一切，我们去调监控，肯定能看到我挨打的画面。这时物业的人也赶到了，当着警察的面直接回道：“这是新装的监控器，还没装线，啥都没拍到。”不对，你们这群人都是一伙的，你们都在帮这个小兔崽子！疯女人这次真的彻底疯狂了，她万万没想到挨了我200耳光，最后还反被警察要求道歉。疯女人情绪即将失控，大花臂却冷静了下来。最后在警察的调解下，我大方的接受了他们的道歉，并且再次找他们要了1000块钱的损失费。毕竟我今天受到了惊吓，要吃点好的才能弥补精神损失。不过大花臂把1000块钱塞到我手里的时候，还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：“小子，你等着，这个梁子
此我们算是结下了。看着大花臂眼里的狠劲，我哈哈大笑，因为我一直等的就是这一天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整栋楼里异常安静，疯女人不跳操了，大花臂也很少出现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。房东怕真的闹出大事，给我打了好多通电话。我把房租退给你，你趁夜搬走，别跟他们硬刚了。我收下了房东转过来的钱，但房子是坚决不搬的。毕竟我倒想看看这姐弟俩能想出什么恶心我的招数。可就在我等着他们对付我的时候，单元楼里其他人家出事了，好多户人家的门铃大半夜狂响。通过猫眼一看，外面什么人都没有，还有人大半夜睡觉。看到窗户边有黑影飘过，就在整栋楼的人被折腾得受不了的时候，两人突然又出现了。他们直接承认这一系列事情都是他们干的。要想让他们消停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让整栋楼的人签字，一起联合起来把那小子赶出去，不然我们就继续折腾。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，我们就天天闹，看谁耗得起。为了避免被折腾，最后邻居们都同意了，还直接找了房东和物业一起来劝我走。毕竟房租我都退给你了，你另外去找一个地方住吧。你只是一个租户，那姐弟俩可是业主啊。是啊，小伙子，你就别犟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听到房东和物业的话，我忍不住冷笑。我知道只要我一走，这姐弟俩还会继续搞事，但我没说什么，直接点头同意了，还在小区群里发了言。我走可以，但是你们不要后悔，未来你们要是想请我回来，就没有这么简单了。我这话说完，群里没一个人吱声。最后房东又补给我1000块钱，我麻溜的搬走了。不过我人虽然搬走了，却还潜伏在小区群里。果然就在我搬走的第2天，小区群里就有人开始抱怨：苍天啊，谁来带走那个疯女人啊？她又开始5点跳操了。群里说什么的都有，甚至有人开始怀念起我在小区和这姐弟俩斗智斗勇的日子。当初那个年轻人是被我们集体赶出去的。看到这句话，群里的人集体沉默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我每天都能看到群里人抱怨这对奇葩姐弟的各种缺德事，什么刷牙水直接从楼上倒下来，大花臂直接在楼道里撒尿，整栋楼的人都苦不堪言。直到最后，终于有人忍不住了，在群里高喊：你们谁认识那个年轻人？把他请回来吧。只有他能收拾这对姐弟，不然我真的要被逼疯了。很快，所有人都在喊让我回来，甚至有人发现我还在群里，一个个都艾特我，希望我出来主持公道。看到群众的呼声这么大，我最终还是在群里回了一句话：要我回来很简单，每家给我交100元份子钱，毕竟当初是你们把我赶出去的，现在我不可能就这么回来。100元我交了，只要能把这对姐弟收拾了。看到群里的红包刷屏，我喜笑颜开的收完钱，最后说了一句：大家都安静点，我有一个计划，能让这对姐弟彻底消失在我的小区。很快，我就再次回到了小区。面对我的回归，那姐弟俩瞬间就消停了，特别是疯女人，早上再也不敢大吵大闹跳操了。而那大花臂消停了几天后，又在小区里随便撒尿。看到这一幕，群里的人都有点着急了，一个个私信问我什么时候动手。都等着吧，时机还未到。到了我回小区的第7天，我带着一个颜值堪比刘亦菲的顶级美人出现在了小区里。在小区八卦中心的推波助澜下，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小区，当然也传到了大花臂的耳朵里。我每天带着美人在小区里晃来晃去，而且我发现只要我出门，大花臂就会准点出现，死死盯着我身边的美人看。只不过她还是怕我，一直不敢靠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群里高调宣布我要结婚了，到时候请小区的各位邻居来家里吃喜糖，大家都要来啊！好的，一定来，恭喜恭喜！甚至连大花臂都在群里说了一句恭喜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开始了下一步计划。某个夜晚，我突然在群里问了一句：哪位好心人能借一台车给我？我老家父母出了事，现在要去一趟乡下。群里没有人吱声，因为他们和我一样都在等。直到老半天后，大花臂冒了出来：我有车，就在车库里，你来拿钥匙去开吧。看到这句话，我笑了，这代表大花臂上套了。哥，我现在就上来拿。下一秒，我就来到了大花臂家门口。哥，谢谢你啊！我老家离这里400多公里，明天才能回来，我会帮你把油加满的。不用客气，都是邻居，说这些干什么？对了，你一个人去乡下吗？听到大花臂终于问到女朋友，我皱起眉头，装作一脸无奈。他也想跟我回老家，但是他昨天生病了，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，就不跟我走了。我看到大花臂的眼神里藏不住的猥琐，我就知道大花臂彻底上套了。我不再停留，接过大花臂的车钥匙，直接走了。我刚走出去没几步，就听到身后这对姐弟的对话：表弟，你借车钥匙给那小王羔子干什么？他害我们家还不够吗？你懂什么？我是把他支开。
这样我就可以去他家嘿嘿嘿了。听到大花臂的笑声，我笑疯了。他是真的天真啊！为了让事情变得真实可信，我拿到车钥匙后，第一时间给了小区一个相熟的保安，让他开着大花臂的车子去乡下跑一趟。而我自己转身就来到了隔壁老婆婆的房间里，等着看戏。果然，就在我走后不到半个小时，老婆婆门外的监控就显示有一个黑影走到我家大门口，正在撬锁。不到1分钟，门锁就被撬开了。随后，黑影四处看了看，轻手轻脚走进了房间里。就在黑影探头的瞬间，老婆婆家的监控清晰地拍到这个黑影正是大花臂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拍手叫道：“好了，这小子这辈子算是完了。”下一秒，我屋子里就传出了女孩的尖叫声，随后整栋楼的人瞬间全部冲出家门，一起将大花臂堵在了楼道里。看到这一幕，大花臂彻底慌了。我什么都没有干，这都是误会！叫你吓唬我女儿，我抽死你！叫你往我家门口倒垃圾，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！所有人都在发泄着对大花臂的愤怒，直到楼上的疯女人听到动静赶下来，看到自己表弟被打成了猪头，立马掏出手机吓唬众人。我报警了！你们快住手！你们凭什么打我表弟？可是，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的叫喊。今天就算警察来了，他们也要揍这个大花臂。毕竟视频已经拍到了大花臂撬门进屋，而且现场还有一个衣衫不整的小姑娘在一旁哀嚎哭泣。他冲进来想欺负我，救命啊！很快，警察就赶到了现场。当警察发现又是大花臂姐弟的时候，眉头都挤成了一团。特别是警察听到疯女人哭诉自己表弟被小区人打了，却又无法提供证据时，警察更是不想说话。最后还是物业调出视频，跟警察说明了情况。这次物业没有掐头去尾，把完整的视频都交给了警察。监控里清晰地看到大花臂大半夜撬门，随后屋里传出女孩的惊叫声，小区居民出来阻止犯罪，暴揍大花臂。疯女人看到这次有视频监控，大喜过望。警察同志，你们看到了吧？就是他们打的，我表弟现在被打的我都不认识了，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人抓起来！你现在给我清醒一点，这些人是正义群众，他们是在阻止犯罪。你表弟半夜撬门试图侵犯他人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？这是强奸罪未遂。我表弟没干啥呀！啊，就算真干啥了，我表弟还配不上这个女人啊！原本围观的群众已经消停了，可疯女人的这句话再次点燃了众人的怒火，他们又一次涌过来，不仅要揍大花臂，还要揍疯女人。要不是警察出面呵斥，这会儿疯女人已经被打成猪头了。都安静点儿，所有人都跟我们回派出所接受调查。还有这户的男主人，快点通知到人。当晚，警察把所有人都带回去调查了，而我是在接到电话后才从乡下赶回来。一到派出所，我就开始演戏。都怪我，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放在家里的。现在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啊？女友也跟着我一起流泪，再加上小区居民也在帮着说话，一时间派出所里的气氛到达了顶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派出所所长出面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秉公执法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的。我抓着所长的手，多谢所长，麻烦你们了。就在所长让我带女友先回去盘点一下家里的损失，他好让对方赔偿的时候，我突然装作惊醒的样子，拉着女友的手问道：“咱妈送给我的那尊玉佛还好吗？我昨天晚上没收拾，就放在茶几上啊。”听到我的话，女友再次飙出眼泪。昨天那人冲进屋子的时候，不小心把那尊玉佛撞碎了，我都不敢告诉你。啥玉佛呀？值多少钱？我让那姐弟俩赔钱给你们。所长，这尊玉佛值500万啊，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，他们拿什么赔啊？啥？值500万？所长彻底懵了。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，我提供了专业的鉴定书，证明这尊玉佛确实价值500万，还委托了律师，要求这姐弟俩赔偿500万。至于大花臂的刑事犯罪，因为证据确凿，警方直接走流程了。根据律师的介绍，大花臂3年有期徒刑是逃不掉了。原本疯女人想偷偷卖掉房子，赖掉这500万的赔偿，但是物业那边有我的人，附近的中介那边我也打了招呼，只要疯女人一找人看房子，就有人告诉我。最后疯女人走投无路，只能一个人偷偷跑了。不过她跑了，欠我的500万判决却跑不掉，我申请了强制执行，这套房子沦为了法拍房，直接被拍卖了。之后的几年，我就住在这个小区里，再也没有听过这对姐弟的消息。很久后，有人说大花臂刑满释放了，不过好像已经傻掉了。还有人说见过那个疯女人在广场上跳舞，也是神神叨叨的，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。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，我笑了，因为这都是他们自找的。如果不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腾别人，我也不至于把他们赶出小区。有人问我那个价值500万的玉佛是不是真的，我笑了笑，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